宝物刚入手，危机已临门。当5位大成老祖联手布下天罗地网，韩立冰魄如何破局？咱们书接上回，大殿全都用白色巨石砌成，显得古朴神秘。而在大殿的中心处，赫然耸立着另外一座天顶真人的雕像，只是一直散发着淡淡荧光。这一座雕像同样背后背剑，但手中却多出一座金光灿灿的玲珑小塔来。冰魄指向金色小塔，神色凝重地说道：“那便是天顶真人最终藏宝所在。自己因修为所限，滞留多年，仍未能破解塔上禁制，并提醒韩立当心禁制所具的强大反弹之力。坦言自己曾因一时大意受伤，休养了10余年。”韩立闻言未露异色，只平静表示愿先做尝试。他抬手虚化，一道青色剑气径直斩向小塔。只听一声轻响，塔身金光流转间，凝出一层如镜光滑的晶莹光幕。剑气没入后，竟自光幕内反弹而出，以同等威势反卷向韩立。他目光微动，手指轻弹间，再发一道剑气，将反击而来的剑光击散。紧接着，韩立周身雷声乍起，数道金色电弧浮出，转瞬化作数条电蛇扑向小塔。电蛇触到光幕，同样没入其中。片刻后，相同数目的金蛇自内反扑而出。韩立见状轻笑，挥手间将袭来电蛇尽数击溃，同时翻掌托起一座迷你青色小山。他低喝一声，体表金光大放，肌肤隐现精灵，双臂亦骤然膨胀数圈，五指一用力，在猛然一轮后，青色小山就发出呜呜声的被移掷而出，并一个模糊后蓦然没入虚空中，不见了踪影。下一刻，金色小塔前突然波动一起，青色小山就发出爆鸣声的一闪而现，狠狠砸了护住小塔的光幕上，顿时一阵波纹荡漾而开。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整个光幕骤然一凹，表面丝丝白痕一现，就要在脆响声中碎裂而开。就在这时，天顶真人雕像捧着小塔的那只手掌突然泛起丝丝的白芒，飞快没入光幕之中，让表面刚出现的裂痕飞快的弥合如初。砰的一声，光幕凹进去的地方一下恢复如初，并将青色小山硬生生一弹而开。韩立见此眉头一皱，单手一招就将迷你小山重新收进了袖筒之中。韩兄，这尊天顶真人雕像大不寻常，和小塔相辅相成。当初我用尽了各种手段，都无法破开二者联手下的禁制。一旁的冰魄见此情形，心中暗惊，韩立随手一击，就差点将小塔上光幕击碎，但口中却飞快地解释了起来：“既然这样，那就先毁掉这雕像吧。”韩立目中厉色一闪，口中却淡淡说了一句。一声低吼，韩立体表金光一盛，身躯疯狂巨大而起。顷刻间，功夫就幻化成一头10几丈高的金毛巨猿，同时背后恐怖波动一起，一个3头6臂的狰狞法相一同浮现而出。噗噗两声，巨猿两只巨手一翻转，青黑两种小山顿时在手心中浮现而出，一晃之下就化为了数丈般高大。巨猿双臂一抖，就以一种恐怖之极巨力将2座小山再次狠狠移掷而出。只是这一次的目标赫然是天顶真人的雕像。2座小山方一出手，立刻化为青黑2团模糊光影，以几乎撕裂耳膜的刺鸣声，一闪的就到了雕像近前处。金光一闪，原本只包裹小塔的光幕为之1丈，立刻化为了一层巨型金罩，将整个雕像都包裹进了其中。同时，原本动也不动的雕像背后长剑突然自行的一颤，嗤嗤2声传来，2道白茫茫剑气从雕像上一卷而出，只是一闪就迅雷不及掩耳的斩在了迎头而来小山上。轰轰2声惊雷般巨响，2座小山只是微微一颤，就以恐怖巨力就将2道剑光硬生生压得溃散而灭，但本身去势也为之一顿的抵消了大半之多。当二者再砸在了光幕上时，雕像一下通体白光大放，让光幕微微一凹后就要同样的反弹而开。不过这时金毛巨猿已经一个迈步一闪的没入虚空不见。下一刻，当其一个模糊的出现在光幕上空，2只毛茸茸拳头只是微微一握，顿时泛起一层紫金刺芒的向下方狂击而去。刹那间，密密麻麻的紫金拳影发出呼啸声的幻化而出，暴雨般的击在光幕之上。开始拳影还一闪的就没入光幕中，但随着更多攻击落在了上，光幕的吸收一下变得迟缓起来，对后续大半攻击只能硬生生依靠自身坚韧加以抵挡起来。顿时光幕表面爆裂声大起，一团团紫金拳影爆裂而开，同时自身也开始狂闪不定起来。上方巨猿见此情形，脸上厉色一闪而现，忽然双拳一收，单手飞快一掐法诀。他背后的3头6臂泛圣法相，体表金光一凝，就化为实体般的金身存在。手臂一动，6只金灿灿大手就同时向下方光幕虚空一按而去。轰鸣声一响，6颗金灿灿光球凭空在光幕上方浮现而出，在一闪的往同一处汇聚后，幻化成了一团金色的巨型漩涡。此漩涡中无数经文漂浮而出，同时传出阵阵的泛音声，并往下方气势汹汹的一落而去。就在这时，原本天顶真人雕像双目处白芒一闪，突然2道金光一喷而出，直奔空中漩涡一斩而去。但金色漩涡中只是一声巨鸣，一股庞然巨力当即从中一涌而出，狠狠撞到了原本就有些摇晃的光幕上。扑哧一声传出，
整尊雕像表面突然浮现一座座白色纹阵，并从中放出更加刺目的白光，竟让光幕一声巨颤后，仍勉强抵住了空中巨力。但金色漩涡疯狂转动不止，庞然巨力仿佛浪头般的一波波狂压而下，丝毫不见有停下的意思。如此恐怖攻击，那尊雕像纵然玄妙无比，但如何真全能够接得下来？不过几个呼吸间功夫后，天顶真人雕像身上白光一敛，所有纹阵就全一个模糊的消失不见，并且嘎嘣一声后，表面浮现无数裂缝，全都寸寸碎裂的崩溃开来。一没有了雕像的支持，仅凭金色小塔自身加持的静止，更不可能再抵挡住空中传来的巨力。几乎颈部天顶真人雕像下场之后，金色小塔一声闷响后，放出金银光幕也一下子崩溃而灭。这时，韩立所化巨猿才一声大笑，毛茸茸大手朝下虚空一招，金色漩涡和两座小山顿时一闪消失，同时金色小塔被一股吸力一卷下，稳稳地落在了巨猿手中。冰魄仙子如此长时间都无法取出的宝物，竟这般轻易的就到了韩立手中。金光一闪，金毛巨猿就出现在了冰魄的附近处，单手一掐诀，体型飞快缩小，转眼间就恢复了人形模样。韩立将手中的金色小塔直接抛向冰魄仙子，表示自己已用神念检查过其中之物，除了一枚记载秘术的玉简可供参考外，其余宝物对自己并无大用，只需复制玉简内容即可，让他不必推辞。冰魄仙子接过后，心中既松了口气，又涌起感激之情，郑重表示此恩必当厚报。他随即以神念探入金塔，从7、8样宝物中射出一块赤红色玉简，直接递给了韩立，称既对他有用，便无需再复制。韩立闻言也未推辞，袖子一卷，便将玉简接下。冰魄仙子见状嫣然一笑，见事情已了，韩立提议尽快离开，以免外界的法阵遭人破坏后难以脱身。冰魄却请他稍后片刻，解释到自己这些年来并未虚度，已能操控天顶宫的部分禁制。他打算前去中枢法阵处启动预设的布置，待与血魄汇合后，便可随时关闭天顶宫，将众人轻易传送出去。韩立自然点头应允，二人随即架起遁光，沿原路飞出了大殿。一顿饭功夫后，二人身影就再次出现在了韩立先前进来的那座传送阵处。韩立单手一掐诀，虚空一点，见法阵嗡嗡声一响的泛起丝丝灵光，当即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二人一走进此法阵，身形就此的消影不见了。巨山般血色石碑外面，3道人影正聚集在石碑上数枚巨大银纹附近地方，神色凝重地交谈着什么。赫然正是萧明等人3人。这3名谢天大陆的大成老祖，先前在外面经过一番艰辛折腾后，终于闯进了此空间来。清平道友，你能肯定这里就是中枢的入口所在？不会弄错了位置吧？否则我等已经尝试了各种方法，为何还无法打开？萧明沉声地向清平道人询问着。绝不会错的，只是这进入之法似乎被人动了手脚，原先法诀已经失效了大半。而贫道虽然也懂一些银科文，但谈不上有多精通。这样吧，贫道再试上一试，若是还不行的话，就用蛮力破开。虽然这有可能直接触动其他禁制，但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清平道人脸色阴晴不定片刻后，一咬牙地说道：好，清平道友你尽力而为吧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再联手破开入口。萧明想了一想后，也就点了点头。万花夫人对此自然毫无意见。于是清平道人深吸一口气，两手食指一动，车轮般的飞快掐动起法诀，同时口中念念有词起来。面前石碑上的4枚巨大银纹开始泛起明亮之光，并随咒语声沿着某种诡异轨迹游动起来，但速度缓慢无比，几乎一寸寸的爬行着。开！一盏茶功夫后，清平道人一声低喝，一根手指冲石碑某处猛然一点出，4枚银纹一个模糊后，蓦然闪电般的汇合一处，幻化成一团硕大的银光。随着道人口中咒语声变得急促，银色光团飞快转动而起。但是仅仅几个呼吸间功夫，一声爆裂传来，光团一下应声的碎裂而开，重新幻化成4枚银纹的飞回到了原来位置，仿佛道人刚才一番施法全都做了无用之功。3人见此，脸色全都变得有些难看。萧明脸上阴沉之色一闪而过，轻咳了一声后，就想开口说些什么。但就在这时，面前的石碑上银纹嗡嗡声一响，一闪之下的再次汇聚一团后，竟模糊的幻化一个淡银色纹阵来。整座纹阵一亮后，中心处蓦然波动一起，现出一个巨大孔洞来，里面人影一晃，并肩飞出一男一女2人来。咦，原来是3位道友，这还真是凑巧啊！青年男子目光一扫，3人先是一怔，但马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色。旁边女子则一脸意外地望向萧明3人，并露出了警惕之极的神色。这2人自然正是刚刚出来的韩立和冰魄仙子。萧明3人见此却脸色大变后，不禁互望了一眼。眼前这种情形，似乎正是3者预料中的最坏结果出现了。韩兄，你得到了天顶真人的衣钵传承了？萧明阴沉地问了一句。没有，但得到之人却是在下的同伴。怎么，3位道友有什么意见吗？韩立微微一笑，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就算他出言加以否认，对方也绝不可能相信的，倒不如坦然地一口承认下来。什么？这位仙子？咦，有些奇怪。
三人闻言大感意外，目光唰的一下全都落在了冰魄身上。但萧明马上就眉头一皱，露出一丝诧异的表情。显然他将冰魄仙子和其化身血魄混为一人了，并立刻感应到了二者间的修为差距。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自然发现了这一，同样目中有疑惑闪过，但相比天顶真人衣钵已经被对方得到之时，这点困惑自然显得无足轻重。萧明叹了一口气，有几分无奈地说道：“这可有些麻烦了。我等三人这次冒险进入此地，也是为这天顶传承而来的。不过东西既然已经被这位仙子得到，看在韩兄面上，萧某三人倒也不好再硬抢什么。这样吧，我三人和这位仙子做笔交易如何？天顶真人遗留的宝物，萧某等人就不再有非分之想了。但是其所留的功法秘术和渡劫方法等东西，让我等复制一份如何？当然我等也不会白白讨要的，自然会付出让这位仙子满意的代价。听起来似乎不错，冰魄道友你觉得如何？”韩立不置可否，但转手问了身旁女子一句：“我的确得到了天顶前辈当年所修的几种功法神通，但是这些都是某种神魂秘术直接拓印到神识中的，并且其中还含有禁制血誓。在没有真正修炼大成前，绝不可以将这些功法在外传第三人的，否则切身轻则部分神识消散，重则元婴爆裂而亡。至于渡劫手段这些东西更没有了。但根据天顶真人衣钵中所记，天顶前辈当初之所以能度过如此多大天劫，只是因为其早年曾经食用过一枚仙界流传下来的弹雷仙果种子而已。”冰魄却苦笑了起来，并说出了一番让韩立和萧明等人都一怔的话语来。弹雷仙果，这不是传闻中仙界才有的一种仙果吗？若是天顶真人当年服食了此果种子，倒也能说得过为何能轻易度过一次次天劫。但是贫道怎么知道道友所说是真是假？清平道人眉头一皱后，缓缓问道：“阁下想怎么证明此事？”冰魄仙子冷声地反问了道人一句：“贫道有一门秘术，可以在不损害神魂情况下探知别人神识海中的信息。只要道友将神识中东西对我等敞开的话，休想！谁也不会将神识海对外人敞开，否则和将自己性命交与他人之手有什么区别？”冰魄玉容一变，一口的回绝道：“此种将性命交与他人的事情，他自然绝不会答应。韩道友，你意下如何？纵然道友神通惊人，但总不能让贫道三人空手而回吧？”清平道人闻言，深吸一口气，冲韩立阴沉地问道：“既然我同伴不愿意如此做，此事自然算了就是。清平道友若是觉得没有收获，仅可自行进入里面再搜寻一二，说不定还真会另有所得的。我二人就不在此逗留，就此到此了。”韩立目光微微一闪，却用轻描淡写的口气回道：“什么？你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就打算？道友要什么交代？”万花夫人方大怒地说出一句话，韩立却忽然脸色一沉，一下向前踏出一步去。刹那间，一股让普通大成存在也为之颤抖恐怖气息一涌而出，并向对面毫不客气地一压而下。噔噔几声，清平道人和万花夫人在这股巨压下，竟无法抵挡地倒退出数步去。只有中间的萧明身躯微微颤了一下，倒还站在原地未动，但是面具上也一下浮现一层血光。韩立见此，双目一眯，二话不说的又一步迈出，同时身上气息又为之猛然一涨。这一下，萧明只觉对面仿佛一头上古凶兽一扑而来，哼了一声后，也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出去。好手段！韩兄先前和万花道友交手时，果然还隐藏了大半修为，但凭法力之深，恐怕就是上古真灵也不过如此吧。即使以萧明生性之深沉，目光也不禁闪过极深的忌惮之意，冷声说道。韩立嘿嘿一笑，身上恐怖气息丝毫不见收敛，反倒被双手的望着三人不语。而万花夫人和清平道人在惊怒交加之后，则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的变化，显然既对天顶真人衣钵功法大为不舍，但真要和表现如此强大的韩立动手，又有明显的畏惧之意。走吧。萧明在深深看了韩立一眼后，忽然这般的说了一句：“什么？萧兄，我们真不要天顶真人的功法了？”清平道人闻言，脸色大变，三人联手多半也不是韩道友的对手，既然这样，又何必自取其辱了？除非清平道友有什么手段自持，能抵挡住韩兄的雷霆之怒。萧明声音平静地回道：“这个当然没有。”清平道人苦笑一声，连连地摇头：“哥哥，若是加上我夫妇二人，又如何？”就在这时，忽然一个女子的娇笑声远远传来。此刻天边波动骤起，两道金红疾势而至，转瞬间便至近前，遁光散去，现出木讷憨厚的无垢老祖与娇媚如花的华西仙子。冰魄见佑天两位大成修士，心中不由暗暗叫苦。韩立扫视一眼，神色却丝毫未变。清平道人吃惊地质问二人为何在此。华西仙子嫣然一笑，未做正面回答。一旁的萧明瞳孔骤然一缩，突然提醒清平道人与万花夫人，让他们速速检查自身是否被人动了手脚。万花夫人失声称此事难以置信，却不敢怠慢，当即释放神念，由内向外仔细探查。清平道人一脸色一沉，掐诀检查起身上的道袍及配饰。片刻后，万花夫人一声尖叫，从发间捻出一只几近透明的细小飞虫，
认出那是无尘骨后，他暴怒地将虫子捏碎，厉声质问对方何时下的手。华西仙子笑眯眯地坦言，这是在进入天顶宫前所为，否则也无法跟踪至此，并称此事只能怪他们自己谋事不密，事先泄露了风声。清平道人很快恢复镇定，反而目光微动地转向韩立，表示如今己方又添强援，问韩立是否愿意改变主意。韩立淡淡回应称，先前的话不会重复，众人要么立刻离开，要么便放手一战。此等回答令清平、万花二人大怒，华西仙子亦玉容骤沉。清平强压怒意向萧明询问，萧明目光闪动，思量许久后才缓缓开口，表示如此局面令他十分为难。他虽相信韩立神通深不可测，却也无法坐视冰魄就此离去，因此最后询问是否尚有商量的余地。韩立则哈哈一笑，称若冰魄愿意将功法复制数份，自己自然懒得动手，但眼下便只能向诸位讨教一二。见韩立态度坚决，萧明脸色一沉，转手向华西仙子与无垢老祖提议，由他们三人缠住韩立，不必求胜，只需令其无暇分心。清平与万花则负责擒下其同伴。事成后宝物平分，天顶真人的一波功法则每人复制一份。华西仙子闻言却颇不以为然，质疑萧明为何三人对付一人竟还如此谨慎。萧明当即嘴唇微动，向华西仙子传音。只听了数句，华西仙子脸色骤变，望向韩立的眼神顿时充满深深的忌惮。听完后，他长吐一口气，表示愿意配合，但也警告清平与万花得手后莫要动歪脑筋，否则别怪自己夫妇翻脸不认人。清平道人大喜，忙近乎发誓地表示他们绝非无根之人，绝不做那等不明智之举。万花夫人也露出一丝火热的连连点头。眼见面前5名大臣当着其面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商量联手之事，韩立微微一笑，嘴巴无声地动了几下后，悄悄地向旁边脸色发白的冰魄也传音了几句，同时倒背的一根无名小指不经意地颤动了一下，当即一丝几乎淡若不见的金丝一闪而逝。冰魄听了传音后，神色一动，目中惶恐之色竟移下去了大半之多。动手！萧明低喝一声，当即就地一滚后，一团母许大的血云当即浮现而出，从里面传出一声低沉的吼叫声，接着一只头生9目的巨大血蝉一闪而现。这9目血蝉方一现身而出，额头上的9只妖目就同时一睁而开，9道血蒙蒙光柱一喷而出，一个模糊后就连结一气的到了韩立身侧处，目标竟是旁边的冰魄。冰魄一惊，几乎下意识的身躯急忙一扭，一个瞬移的离开了原来位置，出现在了100余丈外的另一处虚空。这时华西仙子则双袖一抖后，身上金光一现，竟蓦然飞出一枚枚金银圆环，只有巴掌大小，密密麻麻之下足有上百之多的模样。这些圆环在此女法决意催下，所有圆环一阵嗡鸣，顿时暴雨般的激射而出，一个模糊后纷纷出现在韩立附近处，从四面八方狂砸而来。旁边一直木然没有说过话的无垢老祖则一张口，一股淡金色火焰滚滚而出，化为火海的将自己身躯淹没进了进去。随之金色火海一掌下，化为10几丈高的巨大火浪，直奔对面滚滚一卷而去。火海尚未真的压下，一股难以形容的灼热之意在韩立附近虚空间弥漫开来，仿佛全都直接点燃了一般。萧明三人不愧为大成老祖，不但一出手就石破天惊，并配合的天衣无缝，轻易的就将冰魄从韩立身边硬生生逼离开。但古怪的是，韩立并未有出手相帮冰魄的意思，反而淡淡一笑后，一只手掌只是在身前一托，一声轰鸣，光霞一举，3座10几丈高的小山浮现而出，并滴溜溜围着韩立飞快一转后，一下化为一层凝厚之极的晶莹光幕。无数圆环一个闪动后就纷纷击在了上面，但是一阵砰砰闷响后，晶莹光幕纹丝不动。倒是那金色火浪重重一冲而至后，让光幕微微闪了几下，但仍不见有丝毫破损的模样。身处光幕中的韩立见此情形，眼中厉色一闪，忽然一声低吼，身躯骤然间在金光中狂长变巨，转眼化为了100余丈高的金毛巨猿，2条手臂一个模糊的往身前光幕中一探，再骤然分别冲华西仙子和无垢老祖狠狠一掷而出。爆鸣声一响，青黑2色光团就从巨猿手中激射而出，一个闪动后就到了无垢老祖和华西仙子近前处，光霞一闪后化为2座10几丈山峰的狠狠压下。二者尚未真的砸下，2股令人窒息巨力就先一卷而下，让无垢老祖和华西仙子附近虚空都为之微微颤抖起来。华西仙子一见如此恐怖威能，脸色一变，纤细腰肢只是一扭，身躯就向后无声倒射出去，同时一只玉手虚空一招，无数圆环同时往原先站立处一聚，汇合一处的化为了一只直径30-40丈的巨型金环，在一个模糊后竟凭空套在了压下的山峰上，猛然一缩，二者间爆发出刺目光霞。原本气势汹汹压下的山峰微微一凝后，竟僵直般的停在了虚空中。而无垢老祖面对同样压下的山峰，却只是单手一掐诀，附近金色火海骤然以其为中心的一卷而起，竟幻化成一只100余丈高的金色火人，并且毫不畏惧的一拳迎着山峰一砸而去。轰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巨大拳头连同整条手臂在山峰涌出巨力一击下，
一下化为无数惊艳的爆裂而开。山峰在空中顿了一顿后，就光芒一闪的再次压下。但这时下方火人另一只拳头却流星般的一挥而来，同样的一幕浮现而出。但火人那条爆裂的手臂在无数经验一涌流转后，已经瞬间的恢复，并毫不犹豫的再次击出。就这般，山峰在火人一拳接一拳的轰击中，通体颤动，光霞乱闪，却一时间无法落下。至于另一边，萧明所化的九目血蝉则正在口喷长舌的狂舞不定，幻化成一层血网的抵挡着凭空落下的一团团巨大拳影。却是韩立所化金毛巨猿正在双手握拳的遥遥狂击而来。